努比亚 Z50 Ultra， 它是一台背面看起来非常硬朗、非常个性，而且正面非常好看的手机。它采用了最新的屏下前摄技术，在屏幕上找不着任何的开口，整体性非常的强。你们还记得几年前各个手机厂家在宣传全面屏的时候，这个手机像个什么，拿在手里像个什么，对吧？如今曲面挖孔屏满天飞的时代，我感觉努比亚给大家圆了个梦。那大家喜欢这台手机的造型吗？欢迎说出你的看法。了解手机影像的朋友都知道，努比亚这几年一直都在深耕它的35毫米光学主摄，这个焦段非常的经典啊，聊摄影它绕不过去。那还有其他经典的焦段吗？有啊，85焦段呀。这次 Z50 Ultra 就新加入了一颗85毫米焦段的长焦镜头，拍人像也非常的厉害。一想起85焦段呀，我就想起了一段往事啊。那么这点呢，咱们人像环节再说啊，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啊。为什么我一聊这台手机就老爱聊焦段呢？大家可以看它的拍摄界面，它的焦段切换按钮居然用的是等效焦段来标注的，什么35呀、50啊、85啊，这点我看起来就非常的好啊，非常的专业。那我希望其他的手机厂商呢，也能跟进这一点，也能向它学习。就好比你要进入一个专业的领域去学习、去交流，那么你总要用这个行业内的术语来交流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点努比亚做的就挺好的。那下面呢，咱们就来好好看看这台 Z50 Ultra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在正式测试前呢，我会用它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，拍得不好抛砖引玉，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哦。那前面的照片就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，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那剩下的环节就都是测试环节了，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。我估计大家比较关心这台手机的主摄呀、人像啊、夜景啊，还有长焦人像，对吧？我们都一一给大家聊一下。努比亚 Z50 Ultra 后摄是3颗镜头，主摄、超广角，还有一颗潜望式的长焦镜头。开头已经提到了，这台手机焦段切换按钮用的是等效焦段来标注啊，这点特别好。超广角14毫米，主摄35毫米，潜望式长焦85毫米。那么按照惯例呢，咱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。主摄的参数都列这了，我就不一一念了，咱们直接看实拍效果。以前提到过，35毫米镜头是很适合扫街的，适合表现你看到的人和事物，它被称为是人文镜头。那像这几张照片呢，我看到了就拍了下来，没有调整过站位距离啊，也没有时间调整，也没有变过焦，就是拿起来就拍，视角呢非常合适。如果人的注意力是可以用视角来衡量，是可以被模仿的话，那我认为一定是35毫米镜头的视角。前面的照片是摄影作品，是有一些后期的，现在看到的就是主摄直出的照片。可以看到在晴天下，这台主摄的色彩非常好看啊，色彩不腻，很润。拍摄测试照片的时候，天气就比较阴了，但是色彩依然是我比较喜欢的。中心解析力不错，稍微有些锐化，但是边角画质非常的好啊。这颗35毫米的主摄镜组的光学质量很好。再看一张测试样片，同样的中心解析力没有问题，不用担心。最好的依旧是边角画质啊，成像质量很好。还有一点要说明一下，就是它和其他手机的主摄相比呢， Z50 Ultra 的解析力会更高。当然，这主要是更长的35毫米焦段和1600万像素的功劳。那右边这台顶级旗舰的主摄焦段是2324的，像素是1000万的，那么在解析力方面肯定是 Z50 Ultra 的解析力更高。Z50 Ultra 的主摄有64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跟普通模式比呢，锐化会轻一些，但解析力提升不大。
下面看超广角镜头，参数都列这了，我就不挨个念了啊。视角达到了等效14毫米。现在是主摄跟超广角的对比，可以看到视角的差距非常大。从成像风格上看，主摄跟超广角拍摄的色彩非常接近，这点很好。这颗超广角镜头的光学素质也是不错的，中心解析力挺好，而且没有什么锐化。边角画质虽然说有下降，但是在等效14毫米的超广角当中啊，它的边角画质把控的就算不错了。再看一张测试样片，拍摄的时候是阴天啊，这个没有办法，但是中心解析力依旧不错，锐化也很少。边角画质稍微有些下降，但还是那句话啊，依旧算是把控的不错的了。超广角也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，但是跟普通模式比呢，区别不是很大。Z50 Ultra 是有专门的微距模式的，当然它也是用超广角来拍摄微距的啊。打开微距模式之后，对焦会更容易，成像效果也很理想啊。最近对焦距离非常的近，1-2厘米，放大比很高，细节呈现也好，背景虚化也很好看。再看长焦镜头。一颗等效85毫米的长焦镜头，它相当于其他手机的3到3.5倍。这颗镜头拍摄人像是非常不错的。那我们人像环节呢，再展开跟大家聊。这颗镜头它的对焦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啊，从这段录屏中你们就能看出来。现在是主摄35毫米和长焦85毫米在拍摄远方时解析力的对比，可以看到在拍摄远方时，这颗长焦镜头的解析力优势是非常明显的。长焦镜头也有高清模式6400万像素。跟普通模式相比呢，锐化轻了很多啊，但是解析力的区别不大。这次我个人非常期待它新加入的85长焦人像的表现，这个焦段拍人像非常舒服啊。各个相机镜头厂商都要推出自家顶级的85定焦镜头，要不然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摄影师非常喜欢它。现在的照片都是 Z50 Ultra 的85长焦拍摄的人像照片，这也让我想起了一段往事。记得20多年前刚玩摄影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还是胶片时代。那老观众知道我今年才17岁啊，那这个不重要啊，重要的是当时我们一群伙伴啊，都想拥有一颗定焦85牛头，整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拿着国家地理杂志相互传阅。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啊，有一组85镜头拍摄的工人照片啊，有矿工有建筑工人等，照片非常精彩，人物的形象情绪的传递都非常到位。那大家都觉得自己有一颗85定焦之后也能拍出这么好的照片，那出去拍照的时候呢，看见别人用85镜头呢，也是羡慕不已。是的，85镜头是一颗经典的人像镜头。那当我知道 Z50 Ultra 要上这颗镜头，并且主推人像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努比亚的工程师在年轻时候是不是也和我有一样的经历呢？那这些照片呢，就都是 Z50 Ultra 的85镜头拍的，我很喜欢。现在的照片是35毫米焦段主摄拍摄的人像照片。那35毫米焦段无论是扫街还是拍人像呢，都没有问题。之前的节目介绍过，用手机的主摄直接拍人像是有弊端的。但那些都是23、24的主摄啊，35毫米焦段就没有这个烦恼。主摄能拍好人像，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夜景人像。现在这个测试环境就很极限啊，是夜晚的酒吧，灯光本来就昏暗，但是背景墙上是有灯光直接照射的，我却在阴影里边，我身上是没有任何的光源的，非常的暗。但实际效果我是很满意的，身上和脸上的细节都很丰富，背景也没有过曝。那如果周末晚上你和3、5知己去外面吃吃喝喝，随手拍2张照片，氛围感肯定是很足的，效果肯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努比亚 Z50 Ultra 它用的是最新的屏下前摄技术，那这个前摄做的是非常的隐形啊，我们在使用中就没有见过这个前摄长什么样。由于手机的前摄我的见识比较少，验证身份的时候才会用一下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画质肯定是没问题的。这台手机直出宽容度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挺丰富的。暗部细节呢噪点不是很多，亮部细节比如说树枝跟天空的交界也做得非常好，整体表现不错。努比亚 Z50 Ultra 是可以永久关闭自动夜景的，那这点真是太好了。无论是什么亮度都能快速的拍摄照片啊，不会有烦人的自动夜景跳出来给你捣乱。那如果你想拍出更多的细节，直接选择夜景模式就行了。现在看到的夜景照片都是直出拍摄的，亮部暗部的细节都很好。那有这样的夜景实力呢，确实不需要自动夜景来捣乱了。这个场景是非常的暗的，能说明问题啊，没有路灯，而且咱们不拍亮的地方，拍暗的地方，直出能拍出什么效果呢？没错啊，这是直出的照片。这个场景更有代表性了，明暗的差距就更大了，这个暗处简直是暗的什么都看不出来了。那直出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呢？没错啊，这是直出拍的。如果你不信，还有夜景模式拍的，可以看出区别吧？直出的效果已经非常厉害了。哦，对了，现在的照片呢是超广角拍摄的夜景直出照片，效果也是令我满意的，
剩下的就是我们标准的夜景测试场景了。老观众一眼就能看出这台手机的水平，祖传神助场景没有压力，细节呈现丰富。更暗的场景健身器场所细节呈现同样是清晰可见。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婆，树皮的细节呈现的非常清晰，而且树干背面阴影处的树皮也能显现出来，这个表现很可以了。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 1080P 30帧，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也是这个效果。现在是主摄走路手持防抖的表现，清晰度不错啊，防抖也不错。超广角的表现防抖更稳健一些啊，但是没有主摄那种运动感了，解析力也是不错的。现在是85焦段长焦的录像效果，防抖不错，清晰度也挺高。现在是夜晚主摄手持走路的防抖表现啊，防抖还可以啊，但是清晰度呢稍微有些下降。同样的，超广角的防抖表现也是不错的，但是夜晚嘛，超广角多少有点盯不上劲。这台手机有一个主打的功能叫做人文街拍模式，这个模式的权重非常高，在机身上有一个专门的物理开关来负责快速的调出它，在熄屏状态下滑动这个开关就能迅速的进入人文街拍模式。人文街拍的成像色彩相对于普通模式更冷静，左边是默认模式，右边是人文街拍模式。如果你更喜欢素雅的色彩，那么人文街拍一定会适合你。在相机的功能中呢，肯定也少不了好玩的模式，什么星轨模式啊、星空啊、车轨啊，这些在之前的节目中呢也都介绍过。当然了，除了这些努比亚的强项以外，还有很多好玩的其他模式。这台手机的外观我是真喜欢啊，正面简洁干练，科技感十足，背面个性张扬，一看就知道它是影像实力不俗的手机。那方正硬朗的直板屏幕啊，加上屏下前摄，在如今这个挖孔曲面屏满天飞的时代啊，真让人眼前一亮啊！你们有这种感觉吗？屏幕的显示效果很细腻啊，而且我经常是在户外拍摄，对手机屏幕在日光下的显示效果是很在意的。那么这台手机的表现就很好，机身厚度8.3毫米，边框看起来很硬朗啊，但是边缘都做了倒角，握持手感还不错。性能上，骁龙8 Gen 2加 UFS 4.0再加 LPDDR5 叉，这性能够顶了吧？那硬件跑分游戏发热这些，我估计大家都比我们还清楚了。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上的表现。努比亚 Z50 Ultra， 它继续延续了自己的等效35毫米的光学主摄，而且还新加入了一颗等效85毫米的长焦镜头。那主摄的表现依旧没有让我失望啊，解析力很高，而且镜组的光学质量一如既往的好。超广角的视角广阔，解析力没有问题啊，在主摄视角不够的时候，肯定能帮你完成拍摄，而且它的微距效果也是很好的。85毫米长焦镜头的对焦速度是非常快的，成像效果也不用担心，它和主摄配合起来拍人像那是真的很好，而且人像效果在如今的手机里，我觉得是数一数二的。那顺便说一句啊，我很喜欢这次长张用85毫米长焦镜头给我抓拍的几张人像照片，夜景才是最出乎我预料的地方。可以永久关闭自动夜景，这点非常好。夜间抓拍的成像速度很快，关键是直出照片的效果还非常好。那如果你还嫌拍出的细节不够多，那就打开夜景模式。在我们的标准测试场景里，它的细节呈现已经很不错了。那录像的表现中规中矩啊，挑不出什么毛病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到这儿，希望您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，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为您提供了一些帮助。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